仅仅是能够拿到票数，很有可能会影响。好，后手拳。他是中国百年难一遇的搏击奇才，不管是世界搏击名将还是世界排名第一，通通都撑不过一回合被打得半身不遂。所迎战的对手几乎都是世界级别的搏击高手。即便如此，他照样能在国际拳坛豪取16战16胜16次 KO。70公斤级最强拳王就是他，他叫欧阳锋，人送外号吸毒欧阳锋。在国内擂台也好，在国外拳坛也罢，欧阳锋总能用最快的时间将对手 KO 掉。至此，欧阳锋斩获了2条最具有权威代表性的金腰带，曾单枪匹马杀入日本东京，把日本拳坛搅得翻天地覆，民不聊生。就在欧阳锋连战连胜之际，突然杀出来了一位被誉为胡子杀手的戴维特·齐利亚。他来自格鲁吉亚，世界排名前3的选手，曾斩获多项赛事冠军金腰带，还担任过1年多的世界排名第一。他的出现无疑是给欧阳锋的连胜道路增加了许多阻碍。不知道欧阳锋是继续保持连胜，还是连胜会被齐利亚就此终结。分档，完本档。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欣赏一下欧阳锋的精彩表现。欧阳锋的心理素质极强，抗压能力也非同小可。毕竟欧阳锋所迎战的都是国际拳坛数一数二的搏击名将，心态不好的话也不会斩获16战全胜的战绩。反观齐利亚可是国际拳坛的一员老将，拥有丰富的比赛经验和心思缜密的战术打法。总体来说，齐利亚的实力要更强一点。问题2公斤啊！这个胡子杀手齐利亚刚刚从自己这个受伤的手臂恢复中回来。其实跟我们中国选手打过很多次了，15到18年就战胜过郑昭玉、冯兴礼，是然后战胜过祖耶夫、莫瑟夫。那么16年是输给了泰式的选手姜东菜，17年是输给了苏伯邦，23年是被达万才踢伤了手臂他就是面对控制流打得并不好。说实话，有段时间齐利亚不占优势的地方也有很多，比如说年龄不占优势，还有体重不占优势。因为体重的原因，齐利亚还被扣除了1分。反观欧阳锋正处于巅峰能打时期，面对齐利亚的步步紧逼，欧阳锋的处理方式还是不错的，不仅起到了限制齐利亚的效果，而且还能从中获取弱点的点数优势。感谢小哥给我更正一下表达。在工作当中，我们还是中流砥柱对，我们经常经常能看到这个80后中流砥柱王腾霄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解说好，这个我兄弟88年的齐利亚现在在场上对阵的是97年的欧阳锋。齐利亚的这个风格呢，其实还是比较吃他的暴击他的重击能力很强，抓时机的能力也比较强。俩人的作战风格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。欧阳锋是处于主动进攻的一方，然而齐利亚则是以成熟稳住为中心。面对欧阳锋所实施的主动出击，齐利亚非但没有立即对欧阳锋发起防守反击，而是继续以试探的方式来与欧阳锋展开对抗，逢时不罚，也在狠狠逼近欧阳锋内围。排名的前10的这个中国选手。说实话，欧阳锋的这个身体素质在这个级别当中真的是挺让人羡慕的。没错而且呢，在这场比赛当中，其实我觉得，比赛的这个过程我们可以先把它放在一边。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一个上山和一个下山的人在山峰当中相遇。我觉得是年龄方面，俩人足相差了9岁左右。年轻气盛的欧阳锋自然不会忍让齐利亚，拿着拳脚膝就开始对齐利亚发起猛攻。反观齐利亚依然是不为所动，则是继续以试探的方式来与欧阳锋展开对抗。别看欧阳锋很年轻，其实在此之前，欧阳锋已经在日本拳坛打出了名气，证明了自己的实力。不过还是有一些拳王不太相信欧阳锋。阿夫搏击是做了比较多的准备包括全国拳击锦标赛季军的陈庚，还有孟高峰李长邦，都是帮着他进行的备战。看齐利亚的应该是肋部已经被扫踢的有明显的累积伤了。好，这是第二回合。第2回合开始了，欧阳锋的作战打法非常精细化，在虚晃试探期间也在做着扫踢动作，俩人的拳脚进攻一直都没有停歇过，时时刻刻都在做着动作猛压对手内围。红方是中国选手欧阳锋，蓝方是戴维特·齐利亚。28中16，西法红方是4中4。再看蓝方的数据，拳法23中3，北法2中1，西法没有使用。这个有效打击数差距比较大了。
这也是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，相当于是头条主赛了。欧阳锋这个不管是实施主动进攻还是防守反击，欧阳锋做的都非常不错。反观齐利亚这一方就有点不太乐观了，时间拖得越久，齐利亚就越不占优势。那是因为此时欧阳锋已经掌握了比赛节奏和大比分优势，看似是齐利亚在压着欧阳锋打，其实欧阳锋是占据比赛优势的那一方。换一个，哎，毕竟是80后的中坚力量。好，行，我们关注比赛。后直这是塞的呀，再继续扫踢。其实欧阳锋可以，我觉得再把梦想定得大一些。是，那现在拿到70公斤冠军了，他其实可以做更多的事。毕竟目前在世界上啊，自由搏击的这个层面上，70公斤级的竞争烈度，多次的拳脚进攻干扰，已经让齐利亚意识到了危险。不过齐利亚已经身临其境了，只能硬着头皮稳于现状和欧阳锋展开对拼。对于欧阳锋所实施的战术打法和比赛策略，齐利亚感到十分的无力。毕竟齐利亚已经35岁了，欧阳锋才年仅26岁。锋一山更比一山高，等着他去征服。我们都记得，早在 K1 时代，当时的4天王时代，后边的 Glory 时代，然后西马时代，是啊，在70公斤这个级别啊，是名将辈出的一个级别。对，啊，包括现在其实好多人还活跃在现在的擂台上，包括阿拉佐夫，对，啊，包括西提塞和马拉特即将要进行自己的第6番，对，所以其实欧阳锋长时间的扫踢终于起到了效果，小腿严重受损的齐利亚很难抵抗，找到机会的欧阳锋直接重拳出击，瞬间就把齐利亚放倒了一次。可知道齐利亚在国际拳坛的影响力，这一次击倒完全可以让欧阳锋的身价翻倍。要还一下，起不来，起不来。哎呦，非得利用这个比赛规则啊！第8秒的时候瞬间站起来，但是这个会影响自己的心率。其实比赛的状态不太稳定。对，顶歇，欧阳锋肯定会抓这个机会，不会放过他。起到成脚了，齐利亚上钩。重新站起来的齐利亚很顽强，就死扛欧阳锋所实施的扫踢。比赛结束了，最终还是铃声救了齐利亚一条命。尽管齐利亚的实力很强，但欧阳锋占据着年轻这一个最佳的比赛优势。这个档，Ready， 5。好，第3回合的比赛开始了。应该说第3回合开始了。回合刚开始，欧阳锋就开始猛压齐利亚内围，一记扫踢精准命中齐利亚的小腿，其后齐利亚就站不住了。这一次倒下，恐怕齐利亚就起不来了。大腿受伤是非常严重的，真要是肌肉拉伤，那还没多大事情，万一骨头被踢碎，那可就坏了大事。最终经过裁判的裁定，齐利亚因为小腿受伤严重，无法投入到比赛之中。欧阳锋 TKO 齐利亚获得比赛胜利，兼具着自己的控制能力，又兼具着重击的能力以及场上的灵活应变。是，其实这是属于欧阳锋的一个新的一座山峰，被他征服了。是，当然我们对于欧阳锋一定也有更多的期待。其实我们刚才说，除了他自己的能力之外，当然还有更多的是这个时代带给他的。最终欧阳锋获得了胜利，又为中国搏击打通了一个新的里程碑。不愧是中国70公斤级最强拳王，实力绝对的非同小可。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你会给欧阳锋打几分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